大家好。我们先看视频好不好？待会来聊一下大家的感觉哦。好，你们看到是女生在跟男生告白，而且女生准备的很好，放的爱心蜡烛还有花。哎，你看女生这一刻完全僵住了，就是身体没有动，改变过这个姿势，扎心了。我愿意这样被告白，有没有哪个男生举手？哎，没有哎。啊，真的吗？他用别人的压力给到我，就是不光是女生给的这个压力，会有一些心理负担，我会觉得很尴尬，然后很社死，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的感情是两个人私底下之间的事情。男生就想的比较多，他会觉得情感是更私人的事情。那你觉得呢？这个男生我觉得一个是很绅士，然后女生是很勇敢。哎，所以男女大不同。我自己是非常认可这个女生的，因为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也不会敢做这样的事情，我也是特别怕被拒绝。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以后她跟别的男生交往了，然后这个男生在网上不断的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会不会社死的是他现男友？就是你知道，大家走到哪里就会说，哎，你女朋友以前跟了谁谁谁告白被拒绝了，地上还摆了花，就是我觉得这个后果是比较需要担忧的。如果你的女朋友曾经这样跟别人告白过，你会不会介意？说实话。说实话，就谁过去没有爱过几个人？没有爱过几个人。哇，这个将心比心不错哎。如果是你，我可能会很介意这个事情。为啥呀？就比较介意这个事情吧，因为吃醋。对，我觉得恋爱观其实没有对跟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比如说不介意的，就是会配到一个愿意勇敢的，然后可能介意的，就是会配到一个胆子小的。所以这个世界上不是说你怎么样去找到一个最好的人跟一个最对的方式，而是怎么去遇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人。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就是有点像在不对的时间遇到了不对的人。好，我们看下一个视频哦。难道我对你做错这么多，你没感觉到吗？没有，我根本就不喜欢你。你还是来吗？哇！是真的吗？这个场面是有点难堪。哎，我跟你讲啊，被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喜欢上，真的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没想到那男的还抓腿，哎，这种男的真的别跟他在一起。未来每一次你跟他在一起，跟他吵架之后，他都要抓你的腿，怎么办？我们来讲一下刚刚的行为好了，女生觉得怎么样？这个男生想通过就是人群的压力，然后迫使这个女生能妥协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他有点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世界里。如果你太单溺在你对一段感情里的那种，我认为这就是绝对性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愤怒。这个男生就是一副就是我都给你这么多了，都是我在付出，然后我已经这样对你了，我也跪了，我也怎么样？那没有人求你做这些事情嘛？你自愿之后，你又把这个东西拿来指责我，我为你做了这一些，我认为这是一种尊重。很多事不说出来是有默契的，但你全部说出来就 low 了。你不喜欢的异性你会怎么样？可能会熬夜，然后写一篇小作文，跟他解释一下。就是还要付出感情，你知道吗？其实姐姐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对不喜欢的一点感情都不会付出，礼貌说谢谢，然后再见，不联络。很多男生他在追求你的时候，他不会明确的说我喜欢你，然后我就会有一个话口去拒绝他，他只会用行动去表达我喜欢你。所以这种情况，我也很想问静姐该怎么拒绝。比如说我的茶快没有了，那你帮我倒茶。好，哎，谢谢你，下次我也帮你倒。礼尚往来，就不要让他一直服务你，因为他每服务你一次，他都觉得你在跟他示好。朋友之间啊，就是要互相照顾。点出了朋友这个。That's right， 就是你既保有了你们该有的礼貌，然后你也帮他倒回去了。我们不欠，然后他就会心里有点明白了，被人喜欢是很幸福的事情，爱是要双向的，什么爱单向奔赴都很累。好，我们看下一个视频哦。Hello，
谁？哦，我伤心了。你在干嘛？我在睡午觉。那我打扰到你了。刚没睡着。没有，我是想很认真的告诉你，我是喜欢你。有戏。你看，闺蜜就是这样的。盖的屁股快挂了。哎，打过来了。嗨。我这边信号不好，干扰。真的不是故意挂的吧？不是。没有，因为我在街上走，然后遇到了一个团队，然后就是他们要求我打这样一个电话，你可以当做是一个大冒险。你看你看这一段话挺好的，就是在讲。但是也是真心话呀。我知道。你不觉得比比仔刚才超勇敢吗？很勇敢，是吧？来了。好，那就这样吧，拜拜。现阶段啊，就是能看到他，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关系只能持续到他找到女朋友。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我常会建议大家高情商的对话，第一件事情叫放慢。哎，我跟你说那个啊，那什么，我是来跟你告白的。你搞得好像，哎，我跟你讲，你家奶茶已经到楼下了，赶紧去给我点个赞啊！你不能比他更爷们儿啊！当然，你不需要就是把自己改变得非常女生啊，但是你要放慢，让对方先感觉到你的真诚。一定不要先问人家你在干嘛，那样非常容易终结语言。如果对方说，我现在正在街上走，然后突然想到你了，什么事？我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在睡觉啊？对，我在睡觉啊，那我打扰到你了吼。你一定要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把自己的关心抛出去，把自己的在做什么抛出去，这样对方就会感觉到说啊，我是被关心的哦，我有一个画面你在做什么。那如果他很喜欢你，说我现在正在街上逛街，他就会想到可爱的你穿的大概是什么样子，或者他会美化很多。对，所以一定就是要有画面感的聊天。大家在表白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勇敢表白，表白的形式也会有很多，只要是非常有礼貌的，能够考虑到对方的这种表白，我觉得都是勇敢的，值得鼓励的。而被拒绝的那一方呢，也不要气馁，因为人生为自己做了一件不会后悔的事情，然后在青春里留下一个疯狂的记忆，我觉得也是一种灿烂。我可是个吵架高手，有一次我的某个对象，什么某个对象？对，吵架这件事大家应该都经历过了。好多人说每天看我这么开心，难道我跟秦先生都不吵架的吗？怎么可能？但怎么样吵得有技巧，又能把感情越吵越好，这个就要听我大神的话喽。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情侣吵架会有哪些事情呢？这个女生是谁？为什么和她这么亲密？我妹。我怎么没有听说你有个妹妹啊？宝贝，别闹好吗？什么别闹？我说你不要无理取闹。这么说到底什么意思？我懒得跟你解释，你爱信不信。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这两个人，你看，每个人都在说自己没有说出一件事。我也没办法。你变了，是不是不爱我？都是我的错，行了吧？这什么态度？这好整齐。你怎么？对你这什么态度也很讨厌，对，你什么态度？分手呗。我全说过。哎，太重了。太重了这个，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两个最后根本没说清楚，他们原先要说的那件事情，就是我刚刚在讲，说了半天都是废话。他说那是我妹，你有妹妹啊？我怎么没有看过？你看你有妹妹，你都不让我知道，我要看一下你跟他什么家里的照片啊，不然的话我心里多别扭啊。如果我今天跟一个男生这么靠近，然后我说这是我弟，你觉得 OK 吗？就是将心比心。要把这个问题丢回去给对方，说来说去就是正确的表达你的需求，然后平静的表达你的需求，千万不要把它往上引到最后，你看这两个人吵到最后已经忘了前面吵什么。然后我们女生恋爱的时候会对一些很微小的、很莫名其妙的点，那个莫名其妙可能就不过是你刚刚走那么快干嘛？我差点摔跤，你也不扶我，那你这么大你也会走路啊？可是我就想要你扶着我，不然我要男朋友干嘛？那你要我扶你，你告诉我，我就希望你自己知道啊！你就不觉得真的很讨厌？不要做这种，就是你想干嘛，你说清楚。如果你一直在表达你的情绪，比如说我真的很
很生气，我真的觉得你很不爱我，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太不可理喻了。请问这句话到底哪一句说了个事儿啊？对，要把事儿说出来。全是情绪，对吧？因为男生一吵架，他的那个血就往上冲，你知道吗？然后女生呢，一吵架的时候呢，就是血往心里冲，冲的地方不一样。女生是心痛，男生是上脑。所以千万不要就是跟男生就是一直在逼他炸就炸了。男生如果一直讲，女生最后心就碎了。所以用的是2个不同的器官啊。所以一定记得吵架的时候不要说情绪。有没有什么你特别不想听到的？我已经在一个不想吵的状态了，他一直拽着我跟我说，今天不把话说清楚，就谁都不许睡。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女生真的不要这样子，先睡了再说。就我特别反感的话，就是什么你不懂。我是他会开始跟我说，好，那我们先来捋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2个应该在一起。有人会用发短信的方式文字吵架，女生应该都会，尤其像我小作文这么拿手，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伊能静小作文。我后来会做一件事情。我不会马上发出去，我写完之后，我可能会先去喝杯水，接下来我再看一遍，我发现里面好多废话，我就把它精简一下，然后接下来再去做个别的事儿，再绕回来，再一看，其实原来整篇里面只有一句话是重要的，就这样，然后我最后才会发出去。我每次跟你吵架之后，我都会想到很多你对我真的很好。如果最后还是要想到你对我很好，不如我们现在来讲讲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女生都能是你这样的处理的方式，其实也吵不起来。吵不太起来，是真的吵不太起来，所以才会好久没吵架啊！对，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支影片喽。你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又吵起来了，笑死！你好烦啊！我好烦啊！干嘛？讨厌！仔仔在玩火啊！干嘛要学我说话？你凶我！反击了吗？这是？你变了。这哪是吵架？这也太甜了吧！随便，他现在都随便，就是会吵着吵着觉得很好笑。随便我，你知道随便怎么写？哇，喷水这个厉害了，太好了！吵架需要幽默感，承不承认？对，是的。有一次我的某个对象，今天天气不错，要不要一起去爬山啊？什么某个对象？我就那一个对象。因为我先生他有那个肤质过敏，然后他吃很多面条，就是麦子、大麦、小麦的时候呢，他脾气容易暴躁。所以现在只要他稍微讲话凶一两句，我会说：“你吃面条了，还吃面包了，要不你吃馒头了。”然后就结束了。所以就是吵架的对，就是真的要有幽默感。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喽。照亮天空的烟火，一瞬而落，最后只剩爱过，曾彼此赴汤蹈火，都以为着。还蛮甜的。对啊，还挺甜的。这就是下台阶的一种形式。2位呢，吵架的时候，一般就是他就会直接冲过来，然后把我按墙上。好了，安静一点，可以吗？壁咚啊，哇，霸道总裁好幸福哦。那你就很吃这一套。对，我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如果你硬要跟我吵的话，我会越吵我会越生气。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跟我吵，然后你可能稍微给我一个台阶下，我可能会更好的就能接受。每个人消化情绪的节奏不一样。你们知道人的身体里有一种东西叫抗压性荷尔蒙，你对抗外在的压力进来，跟你能够把这个压力代谢出去，其实是2个。那有的人还可以承受很多的进来，就是男生就比较这样，他可以承受女生叭，然后他就忍，但他自己不会代谢。像我儿子也是，我就有一次跟我儿子说，每次吵架你都不道歉，然后我儿子说，不是啊妈，我每次想要道歉的时候，你已经走过来问我说要吃什么，儿子，我每次都来不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就是会很快示好。哎，我觉得下台阶这件事情，女生有时候要给男生一点面子。吵架这种事情也是双向沟通的，也不能一味都是女生在忍让，这样也是不行的。男生也要看到女生有时候给你台阶下的时候，真的不要有了台阶之后还在那嘚瑟，就是不珍惜。
我觉得讨好跟示好是不一样的。讨好是很卑微的，你知道吗？是，那你不要什么，我不要走，不要生气，这种叫讨好，并不是因为我要讨好他。我的这个示好是因为我是很有教养的，不需要他这样对我，我也这么对他。不要把讨好跟示好混为一谈。所以常常有人会说，静姐，我觉得你很喜欢讨好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其实你们误会了，静姐就是很会包容，在生活里更多的去示好。然后不是说卑微的去把自己放下来，而是站在可能一种更包容态度里面去做。那今天大家 get 到了吗？希望大家都能够越吵越开心。分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想要报复，还是会放手？你怎么自我疗伤呢？今天让我们一起来静静吧。我前阵遇到一个最狗血的事情，就是我的一个闺蜜，然后跟她男朋友在一起8年，结果这男生出去旅行1次回来之后，娶了别人，我真的觉得太夸张。听说在现场也有一位这样，就是长跑10年恋爱分手。哎，我的伤口又被撕开了呢。你也是像我闺蜜一样，那男生突然结婚了吗？是我完全不知道。我们是异国恋，他是韩国人，然后因为疫情嘛，我们已经有2年没有见过了。距离分手到现在多久了？半年。哦，那我觉得你好坚强哦。是的，我活过来很快的。2天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就在想，不行，我不能这样轻易的放过他。我想辞职，然后冲到韩国去，就在他的婚礼旁边看着他，我就搁那站着，我就膈应他。你去了？我没去，我没有这个勇气。那你问他你结婚了吗？他怎么说？对，他跟我说了，他说想跟你说的，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要怎么告诉你这个消息，好像是他在为我着想。哎，我发现很多男生这样子哦，就是那种就是不想当坏人，希望是女孩自己知难而退。但当你不爱这个人的开始，你已经伤害他了。其实你不如告诉他，就距离真的太远了，我需要一个人在身边照顾我，这样你会比较理解吗？不会理解的，我诅咒他。我就喜欢这种。曾经两情相悦过，我觉得无论如何，在最后如果你不爱了，一定给对方留下一个尊严。对他来说，他所做错的唯一一件事情，在你的世界里，就是他还爱你。我们先看视频好不好？我能不能求求你啊？分手之后能不能别发这些仪式感的东西啊？洒脱一点不就行了吗？对吗？你再分手。对，行，同意，我也分手。什么感谢意见？那些是你对你自己心里说的话，别跟我说。听完，我先问一下大家感觉。我觉得男生有点反应过激了。对，我觉得没问题，我会支持这个男生。觉得男生有时候也会故意放狠话来保护自己。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失恋真的很痛苦，这对我来讲是凌迟。我们以前真开心各一刀，真的。特别相通的，但是遇见你真的很美好，这每下去都是一刀，你不如不要说，你既然决定了，我也放你走，没跟你死缠烂打，已经是我最好的风度了。然后还有就是女孩啊，这种事千万别干，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觉得别人在你的生命里应该当配角，什么事都该围着你转，我觉得这些事情也是要想清楚的。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喽。醒来以后我才发现，这原来不是梦。怎么不是梦呀？我终于可以不再每天去找你，我终于不用每天陪你聊天，聊了2、3天，终于每天都想你，你终于失去我了。有非常痛的失恋过吗，男生？我真没有。这也不能讲，老婆在看的。老婆说你为别的女人伤心过，你还没结婚吧？没有。来，你有重度失恋过吗？2、3年都没有谈过恋爱。就一直哇，你很专情哎！没有。征婚时间又开始，这么好的男人去哪里找啊？分手的时候，你肯定也是
会有2个很失落的心理啊。第一个就是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这样去爱别人了，我对我的爱不能给别人这件事，我也很痛苦啊。那另外一个是反向，就是你会觉得没有人来爱我了。曾经他每天都会跟我嘘寒问暖，他在我的生命里，我们牵手去过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消失了。失恋，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你爱他的心力全部拿回来爱自己，所以你要把心打开接受。我觉得很多人分手之后，因为急于有一段新的感情，并且确认我还能爱或被爱，他却想要很快，然后他会发现这个也不适合，那也不适合，这也不适合，好像每个人一上来就是要结婚，你知道吗？我觉得更多打开自己的心是去交朋友，不要急于开始交往跟确认一段新的感情。那我们来看下一段视频哦。哎，咱们分手了，你把之前我送给你的东西都还给我。那是你送我的，又不是我要的。再说我也送了你很多东西啊。你的东西我都会还给你的，我的东西也希望你能还给我。那我请你吃的饭，出去玩的钱，难道要折现吗？分手就一定要这么斤斤计较是吗？这不是什么斤斤计较的问题，我不想欠你的，我希望你也是。你送我的东西，我会一件不差的全都还给你。我的东西我不要了，你也不用给我了。如果你觉得能用就继续用，恶心就扔了。我是不太建议就是去跟人要，当你要回来的时候，就表示你还得还嘛。一旦有欠有还啊，就变成这个事情是没完没了的一个轮回。当然，很多女生这么做，就是因为我还想再见到你，我用这个东西来气你。大多数不是他真的要那个东西，是他不甘心。对。那你们认为分手最好的一句话，能够让对方立刻明白的是什么，而且死心的？就是结婚了吗？我结婚了。这个太绝了，太绝了，都已经倒下了。我觉得就最直接一点，就是我不喜欢你，我对你没有任何感情了，所以我们分开。哇，这也挺疼的。我和他想的一样，没有感情了。其实最终每一段分手都是帮助你去理清下一次你要什么，所以这一段经验可能到头来你会非常感谢他。我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她后来结婚非常非常幸福，她跟她男朋友也是前面长跑了10几年，分开我的那个女生朋友2年之后就结婚，而且怀孕了。她现在会跟我说，感谢那时候她没有草率的娶了他。她后来爱上的男生跟她年纪也差不多，但他们生命步调是一致的，所以要相信命运正在把你拉上一个跟你生命步调一致的人，所以你一定要打开自己的心，去接受那个步调一致的未来。